穿越成年代文里一个被家人算计的大冤种，为家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，结果却因为生病，在没有利用价值后，直接被无情的赶出了家门。顾长生，你个不孝的东西，还站在那里干什么？还不赶紧送你爸去医院，耽误了给你爸治腿，看我不打死你！长生刚穿越过来，就对上了迎面而来的拳头。哎呦！顾长生，你干什么？你一直拖着不肯送爸去医院，妈说你几句，你还敢对妈动手了？长生四下看了看，才发现周围不少人都用谴责的目光看着他，哪怕现在还没接收剧情，也看出了眼前的情况不对。这对母子是要往我身上泼脏水？你有时间在这里煽风点火，没时间把爸送去医院吗？有这个时间，爸的腿说不定都已经治好了。我现在很是怀疑，到底是谁不想送爸去医院，不想给爸治腿？围观村民原本还觉得顾向阳孝顺，现在听长生这么一说，忽然反应过来。对呀，顾家又不是只有顾长生一个儿子。顾向阳这么大个儿子就在边上，怎么还非得把长生从县里喊回来啊？顾向阳听到村民们的议论，瞬间慌了神。该死的顾长生，他不是一向沉默寡言，怎么今天当着村民的面这么能说会道了？我是听见爸摔伤就慌了神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才叫人喊你回来的。顾母见长生指责顾向阳，立即扯着嗓子骂道：顾长生，你个白眼狼！要是早知道你养不熟，当初就不该生你，也好过你现在对我动手。不孝的东西，自己不孝敬爸妈，现在还敢诬陷你弟弟！顾向阳听到顾母的话，心里更慌了，生怕长生又说出什么对他不利的话来，赶紧道：妈，你少说两句，我们先把爸送去医院。大哥，要是我有什么做错的地方，回来后你尽管教训我，我认打认骂，只是现在别耽误了给爸治腿。长生懒得在这种时候跟他们浪费口水，看见停在后院的板车，直接抬脚走了过去。系统传下剧情：原主顾长生从小被奶奶养大，原主8岁那年，奶奶去世后才被接回家里生活。8年时间里，原主母亲一共生了顾向阳、顾向前、顾向明、顾向红4个孩子。因为原主被奶奶教育的善良诚恳，结果就是经常被4个弟妹欺负陷害。原主父母和原主相处的时间太少，不但不替原主做主，反而每次都不由分说的把原主往死里打。再饿上几天，原主就在这样的氛围下，慢慢变成了顾家的保姆，每天下地赚工分，干完地里的活再干家里的，每天都累得跟头牛一样，等到吃的穿的却又没有她的份。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岁这年，原主在路上救了一个人，对方是个工厂领导，为了感谢他，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。原主刚去工厂报道当天，就有村里人找来，说他父亲摔伤了腿，让他赶紧回去把顾父送去医院。原主是个孝顺孩子，当场就请假回去了。回到家，气都没喘匀的原主就遭到顾母的一顿指责，说他回来的太慢，耽误给顾父治腿。原主忍受完指责，才火急火燎的把顾父送到医院，结果就是腿没治好。顾母又是对着原主一通骂，骂得气急攻心，一病不起。自此之后，原主也从家里的仆人变成了家里的罪人，工作给了弟弟顾向阳，自己在家里照顾父母，供养弟妹，直到自己满身伤病，被赶出家门，这才发现顾府的腿没瘸，顾母也没病，这一切都是顾向阳和父母的算计，为的就是他的工作。他在顾家人眼里是保姆，是血包，而不是亲人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难道不是你们的孩子吗？为什么？你还有脸问我们为什么？向阳这么优秀都没找到工作，你凭什么得个好工作啊？要不是向阳聪明，想出这个主意，让我们装瘸装病把你留在家里，工作怎么能到他手里？他怎么能娶到有钱的城里媳妇？我们怎么能享福啊？滚滚滚，赶紧滚，别赖在我家门口！原主当场被气得口吐鲜血，撒手人寰。长生还没走到后院，已经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现在正是顾家人为了抢他的工作，顾父假装摔伤了腿，把他从工厂喊回来的时候。哼，真是一群白眼狼，就是欺负原主老实本分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装，那我就帮你们都实现了吧。长生和顾向阳一起把顾父抬上车，正要往县里赶，谁知顾母一个闪身也挤上了板车。妈，板车太小，你这样会压到爸的腿。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要不是你不肯乖乖的让我打，我的手怎么会折？现在不过让你用板车拉我去医院，你就不愿意了。大哥，去县城挺远的，妈上了年纪又受了伤，就让她坐板车上吧。那你照看着点，板车有点小，躺一个人刚好，妈挤在上面可能会摔了。不会，我看着呢，大哥你就放心吧。3个人心里都不以为意，然而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板车才刚拉出村就出事了。哎呦啊，我的腿断了。爸妈，你们没事吧？向阳，你在这里看着爸妈，我去喊人帮忙。村长，不好了！你才不好了，我好得很。不对，村长，是我爸妈不好了，我爸妈摔田沟里，板车砸他们身上，起不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爸妈叫板车给砸了？好好的板车怎么翻田沟里去了？都怪我力气太小，出村后路不好走，我妈没坐稳，从板车上摔出去，把板车带翻了。我爸滚下去砸他身上，板车紧跟着砸我爸身上，都怪我没能把住，我力气要是再大点就好了。
不怪你，那板车太小，躺了一个人本来就不好做人，没坐稳摔了也正常。先叫人去救人吧。很快，村长和几个村民就把顾父顾母送去了医院。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顾父胫骨受到钝物重击，粉碎性骨折，后半生拐杖不能离手；顾母则是断了3根肋骨，肋骨断裂时崩了几片微小的碎片，戳进了肺里，以后会呼吸不畅、胸口疼痛，并随着年龄增大越来越严重。长生对这个结果满意极了。顾父上辈子不是一直坚称他是个瘸子吗？那这辈子就当个真瘸子好了。顾母上辈子不是一直说胸口疼，不能干重活吗？这辈子也算是实现了不能干重活的愿望。一个瘸了腿，一个喘气困难，老顾家以后的日子要咋过？他们家可还有3个孩子没成年呢。对呀，长生一个20岁的年轻人，以后养这么一大家子，不得把脊梁骨都压弯了。村民们看向顾家人的眼光满是同情，同情顾父顾母以后成了残废，更同情长生以后得给一大家子当牛做马。而顾父顾母还有顾向阳听到这个结果，天都塌了。瘸了，废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只是想骗长生的工作而已，没想真的把自己搞残废啊！都怪你，要不是你拉个板车都能翻车，我们怎么会受伤啊？顾长生你啊！呵呵，爸妈，让向阳在这里照顾你们吧，我先回去了。等等，你别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。月底了，提醒我该充话费了。刚好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领了3元话费券，现在充值到账快，操作简单，点商城进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，就有机会最高领取4元话费券。大家也赶紧去评论区领取月底充话费省钱攻略吧。好了，话费充好了，咱们继续看剧。你别回家，你先去趟厂里，趁着上班大家都在，赶紧去找同事借点钱回来。我和你妈这个情况还指不定要住多久呢，没钱可不行。借不到怎么办？我才进的厂，跟大家都不熟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就不会自己想办法吗？你现在20岁，又不是2岁，怎么办？还要我教你吗？现在你爸妈受伤了，躺在床上不能动弹，你借不到就去卖血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都要把钱弄回来。爸，不如让向阳跟我一起去吧，万一人家不相信我，向阳也能给我证明。实在不行，我们还可以给人家打欠条。向阳要照顾我们，借钱的事你自己一个人去就行了，快去吧。长生看了一眼顾父，也没再说什么，转身走了。爸，你怎么不让我跟他一起去厂里啊？正好我也可以先熟悉熟悉厂子，提前和那些工人打好关系，以后去上班也好有个交情。你蠢啊！顾长生现在是去借钱，你跟着一起去，以后大家找你还钱怎么办？你现在不出面，这笔欠款就跟你没关系，以后才能清清静静的上班。原来如此，还是爸你想的周到。以后遇事多用脑子想想。知道了。不过爸，你说大哥真能借到钱吗？怎么不能？嘿嘿，他不是救了那个领导吗？就算别人不肯借，那领导也会主动借给他的。是哦，爸，那你什么时候让大哥把工作转给我啊？你急什么？等我和你妈出院回家，就让他留在家里照顾我们2个，把工作转给你。谢谢爸。顾家人正在幻想着以后的好日子，只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他们心心念念的工作会被长生直接卖了。什么？你要把我给你的工作卖了？对，事情是这样的。长生把家里的情况如实说了出来，领导知道了他确实遇到难处，也没有什么不满，直接同意了。不过我希望这件事厂里可以暂时替我保密，我怕卖了工作这么大的事情被父母知道会生气，万一加重病情就不好了。可以理解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长生谢过领导后，直接在外面卖了工作，收了800块钱，外加200块钱的票，随后上国营饭店好好饱餐了一顿，这才慢悠悠地走向医院。借到钱了吗？借了多少？哎，爸，我1天班没上，同事们跟我不熟，都不肯借啊。哼，没用的东西，人家说不借，你就空着手回来啊？就不知道想办法吗？顾向阳听到没借到，眼珠一转，说道：大哥，不如这样，你把工作转给我，等我成了厂里的员工，我就去向同事们借钱给爸妈交医药费。向阳说的对啊，这么简单的办法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现在就回去上班，等过几天和同事们打好关系，再找他们借钱就容易了。以后每个月我还有工资拿，到时候就可以让爸妈吃好一点了。向阳，以后我去上班，爸妈就要你多照顾了。正好你现在没工作，平时也不下地干活，正好照顾爸妈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不？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。月初了，提醒我该充话费了。刚好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领了3元话费券，现在充值到账快，操作简单，点商城进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，就有机会最高领取4元话费券。大家也赶紧去评论区领取月初充话费省钱攻略吧。好了，话费充好了，咱们继续看剧。你不同意？向阳，你怎么能这么不孝顺啊？爸妈从小就喜欢你，家里什么好的都先紧着你，还供你读书，但你不是读书的料，读了初中就不读了，一直游手好闲，爸妈也没说什么，还是好生养着你。现在他们受伤了，需要人照顾，你居然不照顾他们。顾向阳，你还是人吗？长生越说越激动，病房外路过的人听见动静，都挤到门口来看热闹。大哥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没说我不照顾爸妈。真的吗？那你刚才不同意什么？我只是不同意，大哥你把一家人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，我也要和大哥一起赚钱养家。可是你也出门赚钱的话，爸妈就没人照顾了。
不是还有向前、向明、向红吗？让他们3个人照顾爸妈。可是他们还在读书。爸妈都躺在床上起不来了，家里又没钱，一家人都快饿死了，他们还读什么书？顾长生没说话，在这种让弟弟妹妹辍学的事情上，他不发表任何意见。不过话题这么一转，外面的人没热闹可看，总算散了。大哥，你回去给爸妈做点吃的来，这外面的东西太贵，还不如家里做的有营养。呵呵，家里那点野菜糠皮还能比外面的有营养？不过是想把我支开，3个人开小灶吃好的，顺便商量怎么对付我呗。长生也不拆穿他们，而是爽快地答应了，他也要回去开小灶。家里还有2只鸡，今天又能饱餐一顿。长生在家里吃完鸡肉，才把鸡汤和糠皮菜团装进盒子里，准备送去医院。结果正好遇到了放学回家的弟弟妹妹。3哥、4哥，他把鸡汤藏盒子里了，肯定是想偷偷带出去自己吃独食。好啊，顾长生，你这个王八蛋，偷鸡贼！我就说家里怎么少了只老母鸡，原来是你偷吃了。3哥、4哥，你们别让他跑了。顾向明看着人高马大的顾长生，知道家里大人不在，直接大叫起来：“快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我大哥偷家里的鸡吃，被我们撞见了，还要打我们！”顾向明的喊声很快就叫来了一众村民。顾家养的鸡，顾长生鸡毛都吃不到一根，他哪来的胆子偷鸡吃啊？一听就是顾向明又在胡说八道。行了，你少说2句，顾家怎么回事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帮顾长生说话，小心被他妈上门指着鼻子骂。长生没有理会村民们的议论，而是直接抓起顾向前。爸妈受了重伤，躺在医院不能动弹。你们3个作为儿女，不说去医院看看爸妈，现在连我炖给爸妈补身体的鸡汤还要抢，你们的良心呢？养不熟的白眼狼。说的就是你们这种不孝的东西！我辛辛苦苦从医院赶回来，炖了2小时的鸡汤，被你们全打了。小年纪做错了事还敢倒打一耙，平时不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敢说我偷喝家里的鸡汤。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们，才是真的害了你们。知道错了没有？说。你敢打我？顾长生，你等着，等爸妈回来，看他们不打死你。你放开我，快放开我！你现在放了我，我就不告诉爸妈这件事，当成什么也没发生过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知道错了。还有你顾向民，小年纪不学好，就知道满嘴谎言诬陷自己的大哥。你们学校就是这么教你的，老师就是这么教你的。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发现家里养的鸡少了，一时着急才说错了。一时着急就敢诬陷亲大哥，要是再着急，岂不是就敢嘎人？我要是不把你这性子掰正过来，留着你去社会上害人吗？现在不教你学乖，等着以后社会教你做人吗？大哥，我什么也没做。你什么都没做吗？那是谁诬陷我的？你别过来，我是你孩子，你敢打我，我就去报公安，说你耍流氓。就在长生准备好好教训一下顾向红的时候，门口却传来了一道声音：住手！村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他们就要被你打死了。我就是教训不懂事的弟弟妹妹，让村长见笑了。长生啊，你爸妈还在医院里，要是几个弟弟妹妹再进医院，这就不好了，你说对不对？村长说的对，我知道了，我不会让他们进医院的。村长爷爷，救我！我大哥他要打死我们。村长，你看，我明明只是教育他们，而他们当着你们的面就胡言乱语污蔑我这个大哥。要是现在不好好教，以后是要危害社会的。小孩子做错了事情，自然该管教，不过也要注意方法。你们几个要好好听你们大哥的话，不能再满嘴谎言污蔑你们大哥了，知道了吗？顾家3兄妹愣住了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村长，再看看村民，发现以前为他们说话的人，此刻却没有一个站出来替他们出头。呵呵。而村长不想掺和顾家的事，问了一下顾父顾母的伤势，嘱咐了长生2句，就带着村民走了。去把家里最后1只鸡嘎了炖好，我给爸妈送去。还有，谁敢偷吃，就等着挨打吧。好香啊！要不我们偷偷吃点，如果送去后爸妈发现了，我们就说是顾长生半路偷吃的，让爸妈打死他。对，他一个废物还敢打我们，就该让他知道，他就是我们家的仆人。就是连自己的位置都摆不正，不给他点教训，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呢。等长生来到厨房时，3人已经把鸡汤和杂粮饼装好了。为什么1只鸡这么少啊？看来你们是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啊！谁偷吃了自己老实交代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也不是我。既然不说，那就3个人一起挨打吧。大哥，别打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大哥，我们就是太饿了，所以才没忍住偷吃的。大哥，求你放过我们吧，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放过你们，好让你们把事情推到我身上，往我身上泼脏水吗？大哥，以前是我们不懂事，不尊敬你，以后我们一定好好听大哥的话。大哥，你就放过我们这次吧。好，等爸妈和2哥回来，看他们怎么收拾你，到时候一定让你跪下求饶。大哥，我们以前做了很多错事，伤害了大哥，如今我们都知道错了。大哥，你就给我们一个改正的机会吧。
你们做错了事，轻飘飘的一句错了就想翻篇，这世上哪有这么容易的事？再说你们现在认错，不是你们知道错了，而是你们怕挨打。大哥，你误会我们了，我们是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是真知道错了，还是怕挨打才这么说的？是真的知道错了。对，大哥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等着吧，等爸妈回来，我让他们打断你的腿。好，既然你们知道错了，那我给你们一个改正的机会，只要你们当着村民的面承认自己是偷鸡贼，偷吃炖给爸妈养伤吃的鸡，我就不打你们。大哥，我们要是当着村民们的面承认了，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啊？呵呵，既然如此，那我给你们2个选择，要么你们当众承认自己是偷鸡贼，要么过来挨打。我耐心有限，你们不选，我可就帮你们选了。顾向红最先忍受不了，尖叫道：“我认错，别打我！”你们2个呢？我也认错。大哥，能不能换个方式？我们还小，要是背上偷东西的名声，以后就毁了。村里有什么坏事，都会先怀疑我们的。呵呵，那你们污蔑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影响我的名声？合着你们的名声是名声，我的名声就不是名声是吧？我看你们也不用选了，我替你们选，都过来挨打吧。不，大哥，我认错，你不能打我，是顾向前不认，你要打他。对，大哥，顾向前不认错是他不对，你要打就打他，不要打我。顾向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不敢相信顾向明和顾向红2人就这么把他给卖了。我认错，我也认错。我还以为多有骨气呢，原来都是软骨头。既然要认错，那就走吧。长生，这是又有什么事啊？家里弟弟妹妹不学好，先是打翻了我给爸妈炖的鸡，后来又把做好的最后1只鸡偷吃了。麻烦村长把大家召集到一块，让几个孩子当众检讨认错，以后也好监督他们，免得他们再犯错。胡闹！长生啊，他们都是学生，你可知道一旦当众检讨，对他们会有怎样的影响啊？我知道啊，可是他们说自己错了，非要当众检讨认错，我也没办法。要不是他们坚持，我也不会来麻烦村长，更不想惊动大家。向前，你弟弟妹妹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吗？既然知道错了，就在家里好好认个错，没必要当众检讨。顾向前是有苦说不出，他也知道会有什么后果，可他更怕长生动手打他。行了，你把他们带回去吧，地里的活也挺多的，就别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好的，村长，我听你的。看到长生转身就走，顾向前几人慌了。我不回去，我要当众检讨认错。我也要认错，要当着大家的面认错。村长爷爷，你不能剥夺我们当众认错的机会。村长听到这话，脸色直接被气得铁青。村长，你看他们坚持，我也没办法，只能同意他们的要求，不是吗？你去教中通知大家开会。今天开会又是为什么？不知道啊，最近也没听说有什么事。今天把大家喊来开会，也没别的事，就是顾家几个孩子犯了错，现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愿意当众做检讨，希望大家以后可以监督他们，免得他们一错再错。在众人的复杂目光中，顾向前3人忍着羞耻做了检讨，最后哭着跑了。村民们面面相觑，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偷吃家里的鸡当众做检讨的。长生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，也没管他们几个跑去了哪里，而是直接朝着医院走去。你个白眼狼，让你回去弄点吃的，你就回去了一整天，等到现在才来，是不是存心想饿死我和你爸？这你可冤枉我了。随后长生把家里发生的事大致说了一遍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顾向前他们3个当众检讨认错，承认自己是偷鸡贼，偷吃为爸妈养伤补身体的鸡。顾母双眼一翻，差点没晕过去。顾长生，你是死人吗？向前他们还小不懂事，你也不懂吗？你就不会拦着他们？妈，向前他们思想觉悟高，知道自己犯了错，非要当众检讨认错，我拦都拦不住，不止我拦不住，村长也拦不住他们。你胡说，这不可能。他的孩子他知道，要说偷吃鸡肉他相信，但是坚持当众检讨认错，请人监督这事，他是打死都不行。就在顾母沉思时，护士带着一张单子走了进来。35床、36床的家属在不在啊？在这呢，我就是。护士把手里的单子递给他，说道：35床、36床已经欠费了，赶紧去交费。长生缓缓接过单子，才慢吞吞地说道：我没钱。因为顾长生没钱交医药费，顾父顾母又舍不得拿出自己的积蓄，只好让长生回村借了牛车，再到医院里接2人出院。爸妈，向阳呢？昨天我过来没看到他，今天也没看见他，现在你们都出院了，他还不在，不是说他留在医院照顾你们吗？照顾到哪去了？你管他去哪里干嘛？我跟你爸还没嘎呢，怎么轮也轮不到你管他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都不管他了。顾母以为长生这话是服了软，这才满意了些。我们先回家吧，向阳会自己回去的。刚到家，顾向前3兄妹就冲了过来，开始告状：爸妈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你们再不回来，我们都要被大哥打死了。你们看，大哥把我牙都打掉了，我脸上现在还肿着呢。对，爸，你们没在家，他就欺负我，你快教训他，打断他的腿。还真是天真啊，连眼前的形势都看不清，顾家老两口行动都困难，还是以为我是那个被剧情强行降智、不知道反抗的原主啊。顾向民、顾向红，你们要打谁呀？
呸！打死你！谁叫你要欺负我们的？我们要让爸打死你！看来昨天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够。犯了错不乖乖受罚，还敢告状，该打！再说了，学坏容易学好难，爸妈不在家，我身为大哥，难道眼睁睁看着你们学坏吗？当然要好好的管教你们。顾向明哇一声哭出来，是痛的也是气的。他是没想到这回都有爸妈撑腰了，长生还敢打他。你凭什么管我啊？爸妈都没管我。向明说的没错，你凭什么管他啊？顾长生，我警告你，以后你再敢多管他们几个的闲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好，我记下了，以后我都不管。顾向阳回到家的时候，天都黑了。爸妈，你们要出院怎么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，害得我还回医院去找你们，脚都走痛了。也不等顾父顾母说什么，就自顾自向着门口走去。晚上吃什么？饿死了。饭呢？怎么没给我留饭啊？大哥没做我们的饭，他说想吃，让我们自己做。大哥还说以后都不管我们了，让我们没事别找他，有事更别找他。他说不找就不找啊，在家里不给我们做饭，他还有理了。我现在就去找他。顾向阳气势汹汹地冲到后院，正准备破口大骂，又想到自己还没把长生的工作骗到手，只能硬生生压下了心里的那口气。大哥，你快去给我们做点吃的吧，我们都快饿死了。该死的顾长生，等我拿到你的工作，就把你赶出家门，让你自生自灭。不对，他现在还年轻又肯干，把他赶出去了也饿不死，说不定还能过得更好。还是把他留在家里当牛做马，等他老了干不动了，再把他赶出去。嘿嘿，大哥你是不是睡了？那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就不打扰大哥了。顾向阳不知道的是，长生根本就没在屋里，而是在镇上开了个招待所。正在长生准备睡觉时，系统突然蹦了出来：宿主，顾家失火了。好好的，怎么会失火了？还不是因为你不给顾向前他们做饭，他们自己动手，直接把家给点着了。这样啊，走，看戏去。这火是怎么烧起来的？我不知道，我腿受了伤，屋子烧起来，我才知道起火了，好不容易才从屋里逃出来。我也不知道，要不是我跑得快，差点就烧死在屋子里了。我一直住在后院的猪圈边上，不清楚前院发生的事，还是向民来喊我，我才知道家里失火了。村长看向顾向阳几人，准备再问问，结果就看到顾向阳几个目光闪烁，心虚的不行。你们几个说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。顾家这群糟心的玩意，老的不省心，小的也不省心。我这个村长一天到晚啥事都不干，专给顾家收拾烂摊子了。行，既然大家都不知道，那就报公安处理。不能报公安。不行，不能报公安。不报能行吗？这么大的火，怎么烧起来的都不知道。这要是不把凶手找出来，他下次再搞破坏怎么办？还是请公安来调查清楚，这样大家也放心。对，是这么个理，必须报公安，把凶手找出来。别去报公安，这火是我们自己不小心。向阳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这火怎么会跟你有关系啊？顾向阳听到这话，急忙解释道：不是我，是弟弟妹妹，是大哥没做弟弟妹妹的饭，他们只好自己动手，没注意灶堂里的柴火，不知怎的掉了出来，这才引起了火灾。村长爷爷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你别报公安。村长爷爷，我们只是不小心，不是故意放火的，你别让公安来抓我们。顾父顾母一听这火是因为自家几个孩子没注意才烧起来的，也不淡定了，既怕又气，怕的是村长非要报公安，把几个孩子抓去教育，而气的是长生。如果不是他没给顾向阳几人做饭，家也不会被烧。就知道你这个汪波丹不干好事，现在害得家都被烧了。什么玩意呀？这火又不是顾长生放的，这还能冤枉到他身上？郑水仙，这火是你家孩子自己不小心烧起来的，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，不然我就报公安来处理了。那我们房子被烧了，能得到多少赔偿啊？你还想要赔偿？别人没找你要赔偿，那是你运气好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是把别人家一起烧了，你们得赔到倾家荡产不说，还得把你们送进去改造呢。听到改造两个字，顾母不敢说话了。顾父则阴沉沉地看了长生一眼，然后才愁眉苦脸问道：村长，我们家被烧成这样，所有东西都烧没了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，看着我们一家大小饿死啊！对啊，村长，我们家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你总得在村里给我们找个房子落脚，不能让我们一家大小在外面露天呢。村里可以先借你们20斤粮食，至于住的地方。他正在想着村里什么地方有空屋子，忽然看到后院的小房子。幸好你们家后院没被烧，还有个落脚的地方。今天你们先对付一晚，明天我再叫村里人来帮忙，在后院搭2间棚子，先将就住着。不行，那破屋子怎么能住人啊？猪住的地方都比它好。那你们就搬进猪圈住，把那房子用来养猪不就行了？妈，我不要住猪圈。爸妈，那房子也能住人，这么多年我一直住那里，我现在就去搬出来，把那屋子让给爸妈。听到这话，众人看顾家人的眼神都不对了。大家都知道顾家不待见长生，可怎么也没想到家里的猪都比长生住得好。
你们听我解释，这孩子从他奶奶家回来，跟我们一家人不亲，所以自愿住在后院，免得看见我们不自在。哼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自己的儿子，我想让他住什么地方，他就住什么地方，有地方给他住就不错了。村长也懒得听顾母撒泼，直接带着村民离开了。顾父只觉得丢脸，心里那股气怎么也发不出来。走吧，先将就一晚。顾父顾母带着3个孩子住在了那个破屋，只留下顾向阳和长生在外面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该从县里回来。系统把这2只猪收了，这是原主花力气养的，可不能便宜了顾家人。现在该给顾向阳找点事了。随后，长生跟着顾向阳一路往县城走，直到看清他进了哪个房子，才向着警局走去。家里都成这样了，还有闲心来这搏一搏？呵呵，虽然赌博罪不至死，但还是要被挂牌游街批斗的。顾向阳上辈子风光无限，这辈子也不能落下。天刚亮，窝点已经被一锅端了，抓了20-30几号人，顾向阳赫然在其中。顾父顾母早早醒来，就等着顾长生像以往那般烧好水、做好饭，喊他们起来吃现成的。结果等了又等，什么都没等到。这个望波丹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现在连家务都不干了。就在顾母骂骂咧咧的时候，顾向红跑了进来。妈，家里的猪不见了。什么？猪不见了？妈，家里的猪不见了。什么？猪不见了？那可是2头大肥猪啊，怎么会不见了？向前，你快点去找村长，就说咱们家的猪被偷了。村长都服了，这顾家就没有个消停的时候，可他是村长，又不能不管，只能耷拉着个脸向着顾家走去。村长，你可要为我们家做主，我们家昨晚刚被烧了，现在猪也被偷了，这日子可还怎么过啊？你们就住在猪圈边上，还能让人把猪给偷了？我有伤在身，昨天下午出院，晚上家里失火，太过劳累，所以睡得沉了些。所以你是一点动静没听见？你们丢的可是活猪，昨天失火的现场还在这里没动，地面上烧焦的灰都还在，根本没有猪的脚印。这活猪难道是飞出去的不成？村长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2头猪可是要交任务的，现在丢了可怎么办啊？报叔叔吧，看叔叔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那要是叔叔也找不到线索呢？那就只有你们自己赔了。当初猪仔是赊的，说好交任务猪的时候扣回来，现在任务猪交不上来，猪仔的钱肯定要赔的。至于要不要罚款，还要看公社那边。可是我们家的猪是被偷了，为什么还要扣我们的钱啊？买猪仔的钱都是集体的钱，谁也不能侵占集体财产，损害集体利益，不然是要被批斗的。听见批斗2个字，顾母瞬间哑火了。随后村长又让村里的年轻人去县里报案，结果没一会人就回来了。怎么这么快啊？我还没到县里，就在路上碰见了帽子叔叔，于是把他们带了回来。同志你们好，我是小河村村长，2位同志到我们村来是有什么事？村长你好，我们是来找顾向阳的家里人。巧了，这就是顾向阳家，昨晚他们家孩子不小心把家给烧了，这2位是顾向阳的父母。同志，是我家向阳出了什么事吗？我家向阳一直都是个好孩子，他是不是被人欺负了？不是，是顾向阳多次在县城参与赌博，已经依法将他拘留了。不可能，我家向阳可是个好孩子，怎么可能会赌博啊？一定是有人冤枉他。同志，你们一定要调查清楚，还我儿子一个清白啊！不会有错的。今日凌晨，我们捣毁了一个聚众赌博窝点，现场抓捕参赌人员，顾向阳也在其中。据审理，他亲口承认曾多次参与赌博。现在我们已经将他依法进行拘留，请家属在这上面签字。拘留结束后，你们再把人领回来进行思想教育。说的好听叫思想教育，其实就是把人拉出去挂牌游街批斗。顾母还想再说什么，直接被村长瞪了回去。同志你们放心，等顾向阳回来，我们小河村一定组织人员对他进行思想再教育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同志等一等，我们要报案。顾家昨天晚上半夜失火，下半夜猪圈里的猪就被偷了，顾家人就睡在猪圈边上，说没听见任何声响。这猪确实是丢的稀奇。哼，肯定是顾长生那个望波丹偷走的，肯定是顾长生那个望波丹偷走的。顾长生是谁啊？他是我那不孝的大儿子。顾母非说是顾长生偷了家里的大肥猪，让他拿证据又拿不出来，只能蛮横的说道：要不是他偷的，他现在为什么不在啊？一定是他做贼心虚，昨天晚上偷着猪跑了。妈，你说什么？咱家猪被偷了？那可是我辛辛苦苦每天起早贪黑打猪草回来养大的，现在居然丢了。顾向阳呢？他怎么不在啊？家里丢了2头猪，他还跑去哪了？顾向阳在外面玩牌，被请去喝茶了。玩牌？他哪来的钱去玩啊？爸妈，咱家2头猪，该不会是向阳偷去卖了吧？看着众人怀疑的目光，顾母气得直打抖。顾长生，你还是人吗？向阳可是你亲弟弟，你就这么看不得他好，要这么污蔑他？爸妈，可我也是你们的亲儿子啊，你们为什么就要污蔑我呢？行了，这件事算是你们的家事，没有证据的事情可不要乱说，造谣是违法的，是要被请去喝茶的。顾母一听要请去喝茶，瞬间就老实了。老顾啊，你要是再管不好家里人，以后就得叔叔帮你管了。2个叔叔嘴角直抽抽，他们也没那么闲，帮人家管闲事。2人和村长打了声招呼，转身走了。
顾向阳要在里面待半个月，你们赶紧想办法给他送点衣服和吃的进去。真是丢死人了！顾父满脸阴沉，只感觉今天的脸都丢尽了。顾长生，你还站在那里干嘛？没听见村长说的吗？赶紧给向阳送些吃的用得过去。你想让他在里面吃苦吗？没钱，没钱，没钱！你一天到晚除了说没钱还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没钱自己去想办法。你今天要是不把东西给向阳送去，你就别怪我去找你厂里的领导，让他知道你是个连亲弟弟都不管的白眼狼。长生啊，你妈脾气不好，话说的不好听，但确实也没说错。向阳可是你的亲弟弟，我和你妈现在受了伤，没法走动，他只能靠你这个当大哥的了。你就辛苦点，多跑几趟，省得你弟弟在里面吃苦。好，我去。真是个贱骨头，非得骂他几句才老实。长生离开顾家后，直接到供销社买了一堆的好东西。顾向阳从小没吃过苦，没被社会教做人，现在正好让他的狱友好好给他上一课。结果就是第二天，顾家人就被告知顾向阳被打断了一条腿，让家里派人去医院照顾他。原因就是他在局里吃得太好，被狱友报复了。顾父顾母两个人都伤着，没法照顾人，最后只能让顾向前去医院照顾顾向阳。爸妈，你们给我点钱呗，总不能让我和二哥在医院饿肚子吧？拿点钱给向前。您找我拿钱，我到哪里去拿钱啊？那把火把家里烧得干干净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难道还能变出来不成？你先去找村里借5块钱吧，就说等你大哥发了工资以后再还给村里。顾向前原本还想多借点，反正是顾长生还，可结果却让他万万没想到。村长爷爷，我爸说再借给我家20块，等我大哥发了工资就还给村里。不借。你们顾家前几天刚借了村里50块钱，昨天借了20斤粮食，今天又来借钱，真当村里是你们家开的啊？想借钱可以先把之前借的还了再来借。村长爷爷，我们不是不还，而是说等我大哥发了工资后再还。呵呵，等你大哥发了工资还，你借钱的是你大哥知道吗？他都不知道你们背着他借了钱，到时候他能还吗？你让你大哥自己来，只要他来借我就借。可是我大哥不在家。你也知道他不在家啊，他都不在家，凭什么帮你们背债啊？行了，你回去吧，村民的集体财产可不能全用在你们顾家身上。顾向前没借到钱，黑着脸回家了，而顾家的气氛因为没借到钱变得更沉重了。向前，你去你大哥单位门口堵他，让他拿钱给你，他要是不给，你就去找他们领导，我就不信厂里能要他这种连亲爸亲妈亲弟弟都不管的白眼狼。好，爸妈，我这就去找大哥。拿到钱记得买些肉回来，我和你爸都受了伤，需要补补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现在父母和二哥都废了，家里只会越来越艰难，我得想办法从顾长生手里多抠点钱出来留着，不然后面受苦的就是我了。最好可以把他的工作抢过来。顾向前直接找到县里的工厂，在大门口蹲守起来。没过多久，就看到长生夹在人群之中，闷头往前走。人多好啊，人多方便表演。大哥，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！咱爸妈受了伤不能下地，二哥的腿又断了，正在医院治疗，弟弟妹妹还小，家里钱也没了，粮也没了。大哥，你一直不回家，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这话一出，瞬间就吸引了一群人围观。顾向前见此情形，暗暗欣喜，继续道：大哥，我知道你工作忙，可我们家这情况实在是活不下去了，想必你的领导也会通情达理，同意你请假的。大哥，你就请假回去看看吧。长生看着他表演完，这才诧异的说道：顾向前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一直不回家，不管家里呀？我这些天不是在家里，就是在医院照顾爸妈，村里人都知道，你不知道吗？再说了，爸妈受伤住院，你们几个到医院看过一眼吗？现在居然还倒打一耙。现在这么多人看着，他怎么能这样，一点都不顾及我的面子？大哥，那些就别提了，现在是二哥他受了重伤。等等，谁和你说向阳受了重伤啊？昨天我还送了好多东西进去给他呢，他怎么就受重伤了？三弟，你说谎也要有个限度。我没说谎，二哥真的受伤了，现在正躺在医院里呢，你就回去看看吧。你谎话连篇，我不相信。现在家里的积蓄因为你们被烧了，向阳又玩牌被抓，妈让我一定要给他送东西，我都比脸干净，能怎么办啊？我只有把工作卖了，才有钱置办东西送去给他。你说我不管家里，我都这样了，还要我怎么管啊？你说什么？你把工作卖了？你怎么能把工作卖了呢？我不卖工作哪来的钱给顾向阳送东西啊？我8岁开始干活，干到今年20岁，手里1分钱没有，好不容易心善做好事，人家为了感谢我，给我找了个工作，结果1天班没上成，就被家里叫回去了。妈让我去借钱，我上哪儿去借钱？我不卖工作哪来的钱？你说啊？那也不能卖工作，没钱可以说出来，大家一起想办法。呵呵，想办法？想什么办法？爸让我没钱就去偷去抢，这就是你说的想办法吗？顾向前，你心安理得花着家里的钱，花着我赚来的钱，不愁吃喝。我呢，我只能吃你们剩下的涮锅水，还要赚钱给你们花。顾向前，你又为这个家里做过什么？回答我。
顾向前直接被问懵了，这个地点是长生特意挑的。上一世，顾向前高中毕业，在顾向阳的帮助下，用不光彩的手段抢了一个临时工的岗位。被抢走工作的姑娘家里打上门，顾向前还把毫不知情的原主推出去挡灾，又用原主身上的伤狠狠讹了对方一笔钱，用来打点关系走门路。而被抢工作的姑娘不甘心工作没了，家里还赔了一大笔钱，就赖上顾向前，非要嫁给他。后来两人结婚，生儿育女，十分恩爱。顾向前，这辈子你的工作就别想了，还有该是你的那顿打也不能落下。至于你们的夫妻关系，自然也要继续下去。嘿嘿。顾向前心慌的厉害，像失去什么重要的东西，让他生出一股强烈的后悔。怎么会这样，大哥？抓流氓！同志，我二哥受了伤，在医院治疗，我急着找我大哥，这才不小心撞到他，并不是耍流氓。工厂门口有很多目击证人，可以证明确实是个误会。可姑娘不这么认为，直接让家里人把顾向前打了一顿，直到顾向前进气多出气少，这才扬长而去。最后又是叔叔通知了村里，村长又通知了顾家。什么？向前被打了？向前一贯老实，绝不会主动惹事，谁那么狠心啊？居然把他打成了重伤。村长，向前可是我们村的人，在外头无缘无故被人打了，这是不把我们小河村放在眼里。村长，这事你可不能不管，不然我们村的人走出去，不得让人欺负死。这事可跟村子没关系，顾向前自己在外头闯了祸，撞了人家女同志，女同志说他耍流氓，家里人气不过，这才把他打了一顿。你们不说好生教育孩子，倒想挑动村子替你们出头，老顾，你这是安的什么心啊？村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心疼孩子被人打了。老顾，我告诉你，你下回要是再敢挑事，小心我把你抱上去，让你去进行思想教育。是，不过村长，你看我们家现在这情况，伤的伤，残的残，小的小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啊？这能怪谁呀？不都是你们自己做出来的吗？村长，求你帮帮忙，把长生找回来。我们家现在这情况，总得有个拿主意的人。行，我让人帮你们找找长生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若是村里把人找回来，你们还不安生，把人往死里搓磨，到时候可就别怪村里不管你们了。不会了，村长你放心，以后不会了。那之前也不是我们非要偏心，只是长生是老大，总得让着点弟弟妹妹不是？村子里谁家不是这样的？大的顾着小的。行了，村里谁还不知道你家那点破事啊？村长喊上上次去给顾长生报信的那个村民去了厂里，这才得知长生已经把工作卖了，而他们心心念念的长生此时正在打人者家中，要求赔偿。他对我妹妹耍流氓，没有打死他都算好的了，你还敢来要赔偿？赶紧滚，不然别怪我们连你一起打！赶紧滚，不然别怪我们连你一起打！呵呵，我三弟只是不小心撞了你妹妹，不存在耍流氓行为。你们这是污蔑造谣，如果你们不给个交代，我就去叔叔那告你们。就算不是耍流氓，那也是他眼瞎撞了我们妹妹，不打他，我妹妹不是白被撞了。我三弟是不小心撞了你妹妹，但你妹妹并没有受伤，而你们还对我弟弟动手，把他打成重伤。现在我给你们两个选择，要么我们私了，你们家赔钱，要么我去告你们，你们一家子就等着去踩缝纫机，正好一家人整整齐齐的。还想动手？既然你们动手了，那现在就不是单单赔钱的事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你们把我弟弟打成重伤，没人照顾，除了赔钱，你们还要找人去照顾他。说起来，这场祸事是你们妹妹引起的，让她去照顾我弟，不过分吧？不行，我妹是个姑娘，怎么能去照顾一个男人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她以后还怎么嫁人啊？我们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这好办，让你妹妹嫁给我弟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。这也是他们的缘分，不打不相识吗？不，我不同意。她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谁知道会不会影响健康？万一残废了怎么办？我才不要嫁给一个残废。呵呵，婚姻自由嘛，我也只是提个建议，绝不逼迫。但是你害得我三弟受了重伤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必须得去照顾他。我不去，大不了我们请人去照顾他。好，既然你们有钱请人，想必也不缺钱，赔偿拿来吧。最后，长生从对方手里拿了300块钱，这才往家走去。你个逆子还知道回来，谁让你把工作卖了啊？不是你们要我给顾向阳送东西吗？还要挑好的送，却又不给我钱，我不卖工作，哪来的钱去送啊？你休要狡辩，我让人问清楚了，你那工作早就卖了，还骗工厂说是为了给我和你妈交医药费。你的医药费交哪去了？顾父感觉到现在的长生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，以前那个他说什么是什么的儿子完全看不见。你有个玩牌被请去喝茶的儿子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吗？我不说卖工作是为了给父母看伤，难道还说是为了给踩缝纫机的弟弟送东西才卖的工作吗？这么说对你有什么好处，还是对顾家有什么好处？顾父被长生说的哑口无言，这年头谁被抓了都是十分丢脸的事情，更别说还要家里哥哥卖工作去给他送东西，更丢人。卖工作的钱呢？交出来！钱早就花完了，你问我要什么钱啊？一个工作卖出去起码好几百，怎么就花完了？不是花在顾向阳身上了吗？给他送去的东西不要钱吗？那也用不着这么多啊。
你怎么知道用不着这么多？东西是你买的还是你送的？你都没经手，上下嘴皮子一碰就知道说。逆子啊，逆子啊！向阳的事情先不说，但向前那里，你这个做大哥的不能不管。他要不是为了去找你，也不会被人打。现在他受了伤，我和你妈身体不便，没法照顾他。向明、向红又太小，只能你去照顾。照顾是可以照顾，就是我没照顾过伤员，万一照顾不好，落下什么残疾就不好了。别胡说，怎么会照顾成残疾呀？那谁知道呢？顾府听到这话，也不敢说让他照顾，连忙改口道：罢了，向明也有那么大了，就让向明去照顾吧。不用这么麻烦，给他娶个媳妇，让他媳妇照顾他不就好了？你乱来也要有个限度。我们家现在这种情况，向前又伤成这样，谁还愿意嫁进来啊？这事交给我，过2天顾向前媳妇就可以到位了。长生再次找到打人者家里，把对方家都给砸了。你们把我当傻子吗？还说请人去照顾我弟，人呢？你们请的人呢？对方听到这话哭了。之前出了300块钱，他们虽然肉疼，但还能接受。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们家里的钱突然不见了。这下别说请人，连他们治伤的钱都没有。我们同意把妹妹嫁过去照顾你弟弟，但你必须给彩礼。对，要给彩礼，最少100块钱彩礼。我只是他大哥，不是他爹，彩礼的事情你们和我爹谈，只要他同意给，我没有意见。顾父听说有姑娘愿意嫁进顾家照顾顾向前，不由大喜，但是听说要100块钱彩礼，就呆住了。老顾家现在一屁股债，别说100块彩礼，1块钱都拿不出来，只能让人先回去。长生啊，你手里还有钱吗？要不你先拿100块出来，给你3弟娶媳妇，算是家里和你借的，到时候家里有钱了就还你。我没钱。顾父无可奈何，长生不肯出钱，只好又把主意打到了小女儿身上，于是开始给顾向红洗脑。向红啊，如今家里这情况你也知道，养不活这么多人，爸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把你过继出去，既减轻家里的负担，也是给你找个好去处。我不，为什么要把我过继出去啊？四哥比我还大2岁，比我吃得多，家里活还干得比我少，要过继也是把他过继出去。顾府眼里闪过一丝不喜，嘴里却哄道：你以为我不想把你四哥过继出去吗？那是别人不要他。向红啊，你听爸说，爸给你找的这户人家，对方是双职工家庭，工资加起来每个月有60块，2人只生了1个儿子，工资根本花不完，就想过继个年岁相当的姑娘回家，可以和儿子做个玩伴。你过去就是去享福的。爸，过继出去真有你说的那么好？那当然，要不是对方不要儿子，我都想把向明过继给他。人家家里有儿子，想要女儿不会自己生吗？过继个这么大的姑娘回去能干什么？肯定是去当保姆伺候人。不过这事跟我也没关系，而且把她过继出去，我说不定还能多几口吃的。向红啊，爸给你找了这么好的去处，你以后日子过得好了，可不能忘记爸。要不是没办法，爸可真舍不得把你过继出去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不用以后了，现在就让我过上好日子就行。长生啊，你去县里一趟，这个地址跟他们说我愿意把家里的闺女过继给他们家，他们可以先过来看看向红，看中意了再过继。我不去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我撺掇你把妹妹卖了呢。你个逆子，说什么胡话呢？你个逆子，说什么胡话呢？什么叫把你妹妹给卖了？那是犯法的，我们顾家可不干犯法的事。我只是让你去喊人来，又不是让你把向红绑了送过去。你在担心什么？谁爱去谁去，反正我不去。其实顾向红自己去也是一样的，如果人家不满意，大不了顾向红再回来嘛，只当逛了一趟县城，又不会损失什么。爸，我……顾父打断了顾向红的话，狠狠瞪了长生一眼，对着顾向明道：向明，你去县里走一趟，把人找来。好的，爸。过继一事在小河村引起巨大轰动。这年头，听过没生出儿子，想方设法从宗族中过继儿子的，却从没见过过继10几岁的姑娘回去当女儿的。眼看大家的眼神越来越怀疑，顾府又连忙把之前家里养不起的那套说辞又说了一遍。要不是真的没办法，我也不舍得把向红过继出去啊！我养了他10几年，眼看再过几年他就能赚钱了，现在把他过继出去也是为了他好。众人一想，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，也没再纠结为什么要过继这么大的女儿回去。顾父把顾向红过继出去，收了对方200块钱感谢费，随后又拿出50块给顾向前娶了媳妇。顾母这些天一直被顾父拦着，不让他找长生的麻烦，心里早就憋着一股气。如今新媳妇进门，可不得好好给他立规矩。于是顾向前媳妇水深火热的日子开启了，每天不但要去医院照顾顾向前，还要在家伺候公公婆婆，下地干农活。之后的日子里，顾家所有的事情都压在顾向前媳妇一人身上，这让原本还水灵灵的姑娘，没几天时间就蔫了。而顾向明却是主动提出要去医院照顾伤了腿的顾向阳，这个家里他是不敢待了，或者说是不敢和长生待在一起，因为他发现一家人的不幸都是从想要长生的工作开始的。向明，你又在发什么呆啊？顾向明眼里闪过一丝怒意，若不是为了躲顾长生，他才懒得管顾向阳这倒霉玩意。
抱歉二哥，我刚才在想三哥的伤怎么样了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可以一起出院？顾向阳已经知道了自己这个三弟被人打的前因后果，恼怒的说道：“他那是活该，要不是假借照顾我的名义偷摸到县城乱来，也不会被人打成这样。我连他人影都没看见，现在倒好，倒说是来照顾我才出事的，我呸！”二哥，你误会三哥了，三哥不是不来照顾你，而是他先去找大哥，想让大哥拿点钱，谁知道就被人打了，这可真是无妄之灾。不过古话说那什么马什么福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对，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三哥虽然让人给打了，不过打人者家里觉得不好意思，直接把家里姑娘嫁给他当了媳妇，现在也不怕三哥以后没人照顾了。家里要是也帮二哥娶个嫂子就好了，这样二哥以后生活也更方便。顾向阳听到这话，牙都快咬碎了。我先受的伤，家里凭什么不先给我娶媳妇，反而先给老三那个废物娶媳妇啊？几天后，顾向阳和顾向前一起出院回家了。只是老顾家已经被烧没了，就剩一个破屋，根本住不下这么多人。最后还是顾父做主，把破屋让给顾向前两口子住，其他人住猪圈。大家都受了伤，凭什么让顾向前住屋子啊？这猪圈臭死了，谁爱住谁住，我不住。爱住住，不爱住滚。要不是你个兔崽子不憋好屁，家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爱住住，不爱住滚。你还嫌弃上猪圈了？我告诉你，等公社把你带去游街批斗的时候，住猪圈都没你的份。什么游街批斗啊？爸，你在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说你玩牌被请去喝茶，叔叔都通知到村里了，要把你抓去游街。你今天才刚出院回来，说不定明天公社就来人了。不，我不要去。你跟我说也没用，这事我做不了主，你还不如现在早点睡，养足精神，明天可能还好过点。顾向阳一下就蔫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当家的，你别吓着孩子，我们向阳是在里面受的伤，是叔叔的责任，他现在腿还没好，怎么能去游街啊？要是公社明天来抓人，我就去找叔叔，让他们还我孩子一条腿。妈说的对，我腿还没好呢，不能去游街。妈，你明天一定要帮我啊！向阳，你放心，妈就是拼了这条命不要，也不会让他们带你去的。顾向阳感动的眼泪都流了出来，也不计较睡不睡猪圈的事了。向敏，你去捡点柴火回来，今晚先烧个火堆对付一下，明天再去买些铺盖回来。顾向明心里也是一肚子怨气，烧火堆取暖大家有份，捡柴火就他一个人。哼，这他妈的，要不是现在没介绍信跑不了，不然我早就跑了。只是让顾向明没想到的是，刚到小树林的他就出意外了。不好，向明好像遇到麻烦了。向前，向明遇到麻烦了，你媳妇脚程快，让他赶紧去找村长。向阳，你跟我去看看。哼，顾长生那个王波丹也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家里一屋子伤病员，他也不知道照应着，真是个白眼狼。而被顾母骂白眼狼的长生，此时正坐在树上，看着顾向明的倒霉样。上辈子顾向明只因为在外头工作不顺心，就回来拿原主出气，打断了原主的胳膊，还想划花原主的脸，不过被原主躲过去了。这辈子顾向明的胳膊是必赔的，容也是要毁的。等村长和村民把顾向明送到医院时，已经是2个多小时以后了。顾向明的胳膊被蛇毒伤得太重就不回来了，而他脸上被划出来的伤，伤口太大太深，以后也会留下伤疤。顾向明在得知这个结果后，当即疯了。是顾长生干的，他在报复我们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，那是你自己运气不好，晚上出去捡柴被蛇咬了，和长生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他干的，他和我们一家人全都欺负他，所以报复我们，不然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我们一家人除了他，其他人全都接二连三出意外，而且每个都伤得很重，都是治不好的那种。村长，顾长生是凶手，他是害我们一家的凶手，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，让叔叔把他抓起来。顾向民，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扰乱人心。你们顾家人出事都是你们自己不小心的，怪得了谁啊？再说了，你爸你妈受伤的时候，长生还在县里上班的。顾向阳的伤是在里面被人打的，顾向前是他撞了人家姑娘，让人家姑娘家里人给打的。你自己更是运气不好，晚上出去捡柴火被蛇咬了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哪里和长生有关系啊？你讹人也要有个限度，就是这样才可怕啊！顾向民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现在破除封建迷信，你要是再乱说，到时候被抓去批斗，可怪不了别人。顾母看着精神涣散的顾向民，慌得不行。向民，男人脸上有道疤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妈，是顾长生干的，是他在报复我们啊！你胡说，那王波丹就是个没用的，还敢报复我们？他要是有这种气性，还能活成这种窝囊样吗？向民，你这是受了蛇毒的影响，才会胡思乱想的。我觉得向民说的有道理。你看我们一家现在就顾长生一个人毫发无伤，而且你别忘了，我们2人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，就是因为那小畜生故意弄翻了板车，这才让我们伤成这样。可是向阳、向前、向民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我们大家都清楚，跟那个王波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向红也是你做主过继出去的，这怎么就是他在报复我们呢？我也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这孩子也真是受了委屈只管说出来，我们肯定会为他做主，何必这么偏激呢？就是，现在的2人全然忘了，当初原主让他们做主时，他们非但不替原主做主，还会教训原主。一阵沉默过后，顾母才打破了平静。当家的，我们要怎么办啊？
他该不会还想要我们的命吧？如果早知道是这样，当初刚生下来我就该扔了他。别乱说，你是嫌自己伤得不够重，还是嫌他报复太轻？你还敢这么好？那怎么办？就任由他这样六亲不认吗？说到底，家里这几年确实亏待了他。这样吧，明天咱们给他道个歉，让向阳他们也给他道个歉，一家人还是要和和气气才好。随后，顾父又把几个儿子找来，让他们明天去给顾长生道个歉，取得他的原谅。顾向明、顾向前满口答应，只有顾向阳十分抗拒。我凭什么给他道歉啊？如果向明说的是真的，真是顾长生这个祸害害了我们一家人，要道歉也该是他给我们道歉。你闭嘴！你要是不道歉也可以，以后吃的用的自己想办法，家里没人能养你。向阳，现在家里就他一个手脚健全的，咱们一家人以后不得靠他养吗？你就说2句软话，反正不会少块肉，能过上好日子比什么都强。我又没说不道歉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这个当爹的没本事，连儿子都管不住，现在用得着我们这么低声下气的吗？真是便宜他了。顾父被这话气得不轻，可惜腿脚不便，只能放弃了打顾向阳的想法，一股气没处撒，只得看向一旁死气沉沉的顾向前媳妇，还不赶紧滚去做饭？你看看哪家的媳妇像你这么懒，连饭都不知道做？向前，你这媳妇可得好好管管，娶她我们家可是花了50块彩礼呢，她要还不肯多干点，我们家岂不是亏死了？没听见爸说的吗？赶紧滚去做饭！顾向前媳妇也没反抗，只是木然的离开了。现在你们全家都废了，还敢打我？要不是怕现在村里人过来劝架，我废了你们，等着吧，等到晚上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没用的东西，自己都养不活自己的废物，还把自己当大爷了，你还活着干什么？浪费粮食吗？你个贱人，反了你了！一个女人还敢对自己男人动手，赶紧把棍子给我放下！你个老妖婆，都是个靠人养着的残废了，还想摆谱让人伺候？还有你们一家子靠女人养的软蛋，连软饭都吃不明白，还想软饭硬吃，那不如死了算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向前媳妇把我们打死了，你可是要吃花生米的，你快把棍子放下！向前还不赶紧哄哄你媳妇，她这几天受委屈了。我哄她，要不是这贱人，反正都是靠我养着的废物，有手有脚，只会打女人，还不如贪了更好更听话。别打，我错了，媳妇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嘴上说说算什么认错？你给我去路边跪到天亮，算是你道歉的诚意，我才能相信你是真的知道错了。贱人，我去跪。向前媳妇，你这几天辛苦了，接下来几天你就好好休息，家里这些活都交给你妈。哼！你们这些蠢货，一个个一点眼力劲都没有，全家就靠他一个干活，还不知道把人哄着点，这下好了吧？没人干活，你们就高兴了。你还说我们今天这事还是你挑起来的，要不是你让向前打他，他会反抗的这么厉害吗？向前也是个蠢货，家里这种情况，我唱红脸，他就该唱白脸，连个女人都哄不好，也是个废物。是，就你聪明，你聪明的把日子过成了这样。闭嘴！明天就按我说的，给长生道歉，把长生的心拢回来。要是家里有个顶事的男人，你看像前媳妇那个泼妇，还敢不敢动手？这倒是。众人心里各有算计，忍着伤痛继续睡觉了。然而这个晚上，顾家人做梦了，梦里的情景十分真实，好像就是他们活生生的经历。梦里他们生活如意，父慈子孝，婚姻幸福，他们都是成功人士，特别是顾向阳，更是本地首富，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，而顾父顾母也同样受人奉承。向民说的没错，是顾长生，一定是顾长生回来报复我们。他上辈子装瘸，顾长生就让他这辈子成了瘸子；顾母上辈子装病，顾长生就让他这辈子真的有病。还有顾向阳、顾向前、顾向明、顾向红，他们上辈子得罪了顾长生，所以这辈子顾长生就加倍的报复回来。爸，顾长生铁了心要弄死我们一家，根本不是我们向他道歉就有用的，可恨我们知道真相迟了些。爸，现在可怎么办？他是不会就这样放过我们的。难道我们就这样等死，等顾长生什么时候不高兴了弄死我们？不，我不想死，我给他赔罪，我给他磕头，只要他放过我，我给他做牛做马。顾向明，收起你那丢人的样子，顾长生摆明了是来报复我们的，你给他磕头有什么用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说来说去，这一切都是你贪心引起的。要不是你贪顾长生的工作，他怎么会发疯啊？现在倒是连累了我们一大家子都要受罪。顾向明，你放屁！你为什么废了只胳膊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你梦里要是没对顾长生做过什么，谁会信啊？大家都不干净，谁也别说谁。爸，我倒是有个主意。爸，我准备先去找个工作。顾长生就是仗着回来的比我们早，才在暗中下手害我们。只要我能拿回上一世的关系，收拾他跟完一样。可是你现在都这样了，还能找得到工作吗？这工作也不是地里的大白菜，哪能这么容易说找就找啊？我心里有数，怎么找你就别管了。你想去，那就去试试吧。而此时，在招待所的长生也收到了系统的提醒，不愧是男主，眼看山穷水尽，他还想着逆风翻盘，呵呵。长生也不会拦着，或者说，这个机会本来就是长生特意给他留的，让他和女主锁死，然后成全他们上辈子的情深意重。第二天，长生只当不知道顾向阳的小动作，依旧老老实实的在村子里种田。
而顾向阳也找到了工厂门口。你找谁？同志您好，我找你们生产车间汪主任。我们厂没有汪主任。不会吧？难道梦里是假的？同志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怎么会没有汪主任啊？是汪建设汪主任，你再想想。汪建设是副主任，不是主任。对，就是汪副主任，我找他有很重要的事，麻烦大爷您行个方便。你在这里等着吧。你是汪主任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汪建设心里高兴，但面上却皱眉道：我是副主任，你喊错了，而且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我不能离岗，你有什么事就在这说吧。呵呵，汪主任，你就不想把前面的副字去掉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汪主任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们车间主任马上就要退休了吧？您和另一个副主任都想竞争那个位置，您就不想更进一步吗？如果汪主任感兴趣，下班后我们边吃边谈。下班后，汪建设带着等在工厂外的顾向阳去了国营饭店。半个月后，车间主任退休，汪副主任接替生产车间主任的位置。第二天，顾向阳就有了个临时工的工作，而顾向阳也凭借着前世的经验，很快就进入了管理层，还准备娶厂里车间主任的独生女。这个消息传回村里，简直炸开了锅。老顾家这是祖坟冒青烟了啊，要发达了。而顾家的房子在汪建设的帮助下，很快就盖了起来。房子建好后，顾向阳就高调的举行了婚礼，还借来4辆自行车充门面，十分风光。怎么没看到长生啊？是啊，顾向阳结婚，他这个当哥哥的居然不在场。几人正说着，就看见长生从门外走了进来。长生啊，你跑外面干啥去了？今天不是向阳娶媳妇吗？爸妈说家里房子不够，我怕被他媳妇家里人看见不好，所以就在外面对付了一晚。第二天，顾家苛待大儿子，不让大儿子回家住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，消息也很快就传到了顾父顾母耳中，这可把两人气得半死。又是顾长生搞出的幺蛾子，我找他去。爸妈，现在村里人已经误会了我们对大哥的态度就更不能有一点不好了，不然岂不是坐实了传言？如果爸妈信得过我，这事就交给我来处理；如果爸妈信得过我，这事就交给我来处理。我就不信他一个泥腿子还能说得过我。信得过，信得过，我的好儿媳妇，我们要是信不过你，还能信得过谁？向阳能娶到你，那是我们老顾家冒青烟。汪小春笑了笑，他也觉得是老顾家冒青烟了。要不是顾向阳知道一些秘密，能帮助他爸升职，不然的话，顾向阳想娶她，做梦。大哥，前几天我和向阳急着办结婚，家里忙得没空给大哥布置房间，是我们的失误。现在我和向阳已经结婚了，大哥的房子也收拾出来了，大哥还是回家住吧，一家人住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。而且明天我和向阳就要去厂里上班了，我们工作忙，以后住在厂里的时候多点，家里这边就要劳烦大哥多照顾了。我要下地赚工分，家里怕是顾不上太多。上辈子汪小春就是这样，做的都是表面工作，在人前说的都是面子话，说的是如何如何，可在人后却不出一分钱一分力，又把事情都推到原主的头上。不如二弟妹和向阳商量一下，请个村里的大婶回去帮忙洗洗衣服做做饭，这样爸妈也能轻松一点。你让我们花钱请人回家洗衣做饭，顾家人是个什么东西？一窝子泥腿子，还想让我出钱请人伺候，想得美！大哥，这不太好吧？只有地主家里才请下人，我们可不能犯这种错误啊！呵呵，爸妈身体不好，行动不便，请个大婶帮忙做饭，这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忙。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地主做派了？汪小春怎么也没想到长生忽然给他扣了一顶帽子，急忙解释道：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那就是你们不想出钱，也不想出力，在这里上下嘴皮子一碰，就把照顾爸妈的责任全扔给我了吗？我就想问一声，这些事都安排给我干了，你们干啥？大哥，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刚才我也说了，我和向阳要工作啊，没有那么多时间。你的意思是你和向阳要工作，我就不用工作了，是吧？你和向阳要工作，就把照顾家里的事情全推了出去，我也要工作，为什么还得照顾全家啊？二弟妹不愧是城里人，脑子就是好用。我和向阳的工作跟你的工作那能一样吗？怎么不一样了？不都是为了建设祖国吗？怎么你们的工作就格外高贵些？你这是看不起农民，存心挑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吗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可别乱说。汪小春快疯了，他就是想在村民面前表现一番自己的知书达理，却没想到现在变成了挑动工人和农民的矛盾。最后，汪小春只得向农民同志道歉，并且承诺每个月给顾父顾母20块钱生活费。而顾父顾母收到钱后，舍不得拿来请人洗衣做饭，他们还想仗着顾向阳现在出息了，像以前那样压榨长生。爸妈，向阳和他媳妇给你们的钱，就是让你们请人来帮忙做这些的。为什么要请人？我有那么多儿子，干什么还要花这个冤枉钱啊？你儿子多，那你倒是让你那些儿子去干活啊，来找我干什么？长生啊，你这也太不像话了，向阳出了钱，你就该出力。爸，我也出了钱的，我每天上工，年底结算的工分是不是都上交给家里了？那些难道不是钱吗？其实照这么算，我还亏了。同样是干活赚钱，顾向阳他们只上交一小部分工资，而我却要全部上交。就这，你们还想要我干家务活？做梦！
你是大哥，我和你妈还有你几个弟弟都受了伤，你就不能多出点力吗？那你让他们多干活吧，就当练力气了。顾父被气得半死，打算第二天出门找村里人说道，结果还没出门，就看到长生被人抬了回来，说是从小干活干得太狠，亏空了身子，以后只能好好养着，不但不能干活，还得吃得精细。假的，肯定是假的，是顾长生这兔崽子装晕。